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新山和新加坡通勤者超级振奋人心的消息，被称为新马生命线的新柔地铁系统，也就是 RTS 最近达成了关键性里程碑，牵引供电系统全面通电。这不仅仅是工程技术上的一个大步，更意味着我们期盼已久的通车真的越来越近了。想象一下，每天忍受长堤 Causeway 那可怕堵塞的日子就要结束了。RTS 一旦投入运营，每天数万通勤者能节省多少时间？它背后又隐藏着新马两国怎样的深度合作和共同愿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分析这个对两国经济和民生都至关重要的超级工程。新柔地铁系统牵引供电系统的全面通电，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列车跑起来的动力系统已经准备就绪了。为什么这个消息如此重要？因为它标志着 RTS 项目已经彻底从土木工程的搭骨架阶段，迈入了系统整合和动态测试的活起来阶段。这简直是通往快速通勤的倒计时。RTS 建成后，目标是每日运载数万通勤者，将跨境旅程时间大幅压缩。一旦通车，从柔佛新山到新加坡只需几分钟的车程，极大地提升了通勤效率。这无疑为新山和新加坡之间的经济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个技术上的胜利，背后体现的是两国政府解决民生痛点、提升区域连接的决心。想这些RTS 项目的成功推进绝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它更像是一本跨境合作的教科书，其核心在于一个清晰共享的合作架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成立了联营公司 RTS Operations， 简称 RTSO， 专门负责系统的运营维护和管理。这种联营模式的意义非常深远。它确保了运营的责任和利益是共享且捆绑的，避免了任何一方可能带来的跨境摩擦或单方面决策。此外，项目从启动到现在的全面通电，都建立在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双边协定之上，并且需要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和马来西亚 MRT Corp 之间进行紧密、严谨的多层级协调。牵引供电系统的全面通电，乍一看是技术活，但从合作角度看，它反映的是两国在技术标准上的深度整合。新柔地铁采用的是750伏直流电压的牵引供电系统，这套系统必须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侧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接口，只有这样，列车才能安全无缝地跨越国界运行。想象一下，两国拥有不同的承包商、不同的供应商和各自的监管要求，要确保最终输出的电力系统和轨道接口能够完美兼容，这本身就是对双方合作能力和技术协调的巨大考验。列车测试需要先在新加坡完成，场外系统整合测试再转到柔佛进行试跑。这种分阶段跨国界的协同测试流程，完美地体现了新马双方对于安全和系统可靠性的共同承诺，也展示了双方如何互补，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专业知识。RTS 项目不仅仅是解决通勤问题，它背后承载的是新马两国提升经济连接和人民福祉的共同愿景。RTS 旨在将柔佛新山和新加坡之间的通勤时间从可能需要2小时的摩擦，转变为不到10分钟的效率。这种效率上的提升，将极大地促进人员、人才和资金的流动。对新加坡而言，它能更高效地利用柔佛的土地和人才资源；对马来西亚而言，柔佛新山作为区域枢纽的地位将得到巩固，吸引更多投资和商业活动。RTS 正在为未来更顺畅、更快捷的跨境旅程奠定基础。高效的基础设施加强了新马两地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让新柔长堤真正成为经济血脉。未来当我们坐在新柔地铁上，窗外飞驰的水面是连接新马的柔佛海峡，
车程短短数分钟就从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这将是怎样一种革命性的改变？不管是日常通勤探亲访友、行至照相，还是出差办事这4公里的跨境地铁，绝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它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升级。从当下的静态到动态测试，再到未来的正式运营，新柔地铁正在一步步兑现它当初的承诺。好了，你有没有被这个项目震撼到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对新柔地铁最期待的是什么？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